美中科技戰，趕快要來看到的是，美國是搞錯戰場了嗎？在這個時候急補漏洞封晶片做白工嗎？另外一方面，華為在此刻則是推出這個韜定律出世之後，他說要直衝1.4奈米。另外，中美日現在都希望能夠做這個光刻機三路圍攻艾斯摩爾，神話會不會崩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好，沒有想到呢，我們看到美國商務部這時候針對於科技戰又再次的升級，做半導體相關的管制。最新他寄出的是美國發布的緊急指導意見，堵住包括讓輝達還有 Blackwell， 甚至是這一些最先進的 AMD 的 AI 晶片可以流向中國境外的中資企業的路，全部都給它圍堵住了。但是現在來看說，美國你繼續禁止，真的中國大陸會害怕嗎？原因是因為現在大陸早就已經發展出自己的一整套系統了。華為推出的這個韜定律是挑戰了稱霸許久半導體業界的摩爾定律。韜定律大家知道是轉向於這種訊號的延遲跟邏輯的折疊，時間維度全面做優化那麼另外一方面也喊出了2031年挑戰1.4奈米，要完全繞開由艾斯摩爾所主導的 EUV 設備，也不需要用到它的光刻機了。中國現在是完全的走向半導體的獨立自主化，包括我們今天要看到的是从設計制造到封裝，全部都自主化。我們先來看到在制造方面，這個是中芯國際全力要發展的7奈米製程的產能。設計的方面，則是我們看到華大、九天在 EDA 的軟體上面也做一個大廠的支持。再來是設計制造跟這個封裝的方面，然後再來我們看到封裝的方面，在於這個光刻機的部分，現在也有更大的一個加強設備了，包括在刻蝕還有它的薄膜沉積等環節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等於說現在大陸建立起自己的國產的系統，全面成型。那委員怎麼看？对啊，其實中國大陸從今年的4月29日吧，當我們看到那個 DeepSeek V4 版本正式對外發布的時候，其實中國大陸基本上就根本不需要西方的晶片了。當時我在這個節目說過，V4 版本當時發布之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它宣告，它打造了一個這個生態鏈它打造了一個底層架構。那麼這個底層架構可以跟酷達來相拼那麼這個底層架構呢，它不是只針對一家這個國產晶片它可以接到8家的國產晶片都適用那麼當 DeepSeek V4 版本公布了這樣的一個訊息之後，這代表什麼呢？這代表有了這個底層架構之後呢，就可以發展屬於中國大陸自己國內的生態鏈，而且不僅僅是針對一家國產的這個晶片它針對8家都是適用的那麼我們接下來講，看到華為最近丟出來的這個重磅訊息叫做韜定律我先要講一下，就是摩爾定律是什麼？就是我們在半導體產業過去發展的60年的時間，都是依循所謂的摩爾定律。摩爾定律是在1965年，當時 Intel 的共同創辦人叫做 Gordon Moore，他當時拋出來的一個概念。這個概念是什麼呢？他說未來所謂的這個基體電路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 IC。所謂的基體電路呢，在18到24個月，我們現在是講2年了，就每2年它的尺寸就會縮小一半。那尺寸縮小一半，代表的是什麼呢？代表的是你可以放進更多的這個相關的這些電晶體那麼當電晶體放得越密集，那麼效能就會提高。因為所謂的這個電晶體在傳遞的過程當中，它是有距離的，所以當距離越近的時候，它的效能就會越高。那麼過去我們在60年的時間所發展的這個半導體的路線都是循這個路線的，但是摩爾定律走到今天，已經面臨了很嚴重的物理極限跟所謂的成本極限了。什麼叫物理極限呢？在地球上大家都學過化學就是說最小的物質是什麼？是原子。你說當然原子還可以拆成原子核跟電子，但是那已經不存在了这個物質了。最小的物質的尺寸是原子可是我們現在走到了這個2奈米、1奈米的時候，其實有很多晶體的尺寸已經幾乎要突破原子的尺寸了，這已經到了所謂的物理極限了，你不可能再小了。然後第二，你在發展的過程當中，你要投入很高的成本各位知道，光是2奈米的設計成本就超過10億美元那你還不包含在生產的時候良率能不能達標，這些都是問題所以我要講直白的是，摩爾定律已經走到了一個臨界點了，就是大家看到這個曲線已經趨近於
平了哦，就不太可能像過去這樣不斷的2年就翻倍一次，2年就往上提升。所以在這個時候，中國大陸提出的韜定律其實是有不同的意義的。第一，它可以取代了摩爾定律，就當你現在在這個所謂的我們叫做幾何縮微啊，你要把這個積體電路縮到最小的時候，你已經面臨到一定的物理限制跟成本限制的時候，那你為什麼不做時間縮微呢？這是韜定律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說什麼呢？我之所以要把這個積體電路變小的原因是我要增加效能，我要加快速度。那我可以用別的方法加快速度啊，我怎麼做？我用所謂的3D 堆疊啊，我把所有的這個我要的晶片把它堆疊在一起。我原本是平面的，我現在變成立體的了，所以我所有的讯息傳遞都用垂直傳遞了。那我一樣可以縮短了傳遞的距離啊。那所謂的3D 堆疊這個概念，其實不是現在才來的。各位如果有注意，當時昇騰這個華為的昇騰系列。當時他在推出910CD 的時候，他就已經試圖用3D 堆疊的方式去提升它的效能的。所以呢，這一次華為推出的這個韜定律，我認為對整個半導體產業來說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哦。就當摩爾定律走到了極限的時候，可能就可以用韜定律來取代了。就我們接下來用垂直的方式來取代過去平面的設計啊。那麼而這樣的一個韜定律呢，某種程度呢，也可以讓中國大陸擺脫它現在所面臨到的所有的技術跟這個設備的封鎖。因為我剛才提到了，過去60年所有的半導體產業都是走摩爾定律的，所以現在所有的技術、所有的專利、所有的這個設備都是以摩爾定律為基礎的。可是如果今天你一旦走了韜定律，它已經不在乎 EUV 了，它在乎的是3D 堆疊，它在乎的是這個它的散熱。因為當這些晶片都堆疊在一起的時候，它的這個功耗會很大。那麼如何讓這個能量熱能散熱的這個效果變得更高？其實中國大陸在這一次華為之所以能夠提出韜定律，它已經有解決的方法了。所以在這一點上啊，我認為中國大陸走出了另外一條半導體的發展的這個軌跡哦。它不但可以突破封鎖，它可能可以再創高峰了。好，這是大陸哦，這個韜定律走出了自己完全的一套自己在半導體自主的一個系統。那它是預估2031年挑戰1.4奈米這樣子的一個效能。那在此刻，美國商務部還要持續的對大陸做封鎖，到底有沒有用？那艦長又怎麼看？如果美國商務部的緊急指導的這個意見有用的話，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個最大受害者啊，這就是雷蒙多啊。當初呢，他也就是對於華為各種打壓，結果華為出了這個 Mate 60 Pro 的時候，第一個就直接在他的記者會當中，直接幫他拍了一張照片，而且那張照片呢，直接右下角就告訴他了，這是華為最新的一個手機，然後他就變成最佳代言人了，所以一點用都沒有。反而變成了代言人。至於剛剛那個大千委員告訴我們這個有關於韜定律，有關於這個垂直堆疊，那我們看這個圖就更為清楚。以前我們講到的摩爾定律都是把這一個晶片越做越小，那可是越做越小的話，實際上來講物理極限就到了。那物理極限就會在這個1.4奈米以下的時候直接面對。那直接面對的時候，也就是我們現在靠的這一個良率，靠的這一個艾斯摩爾不斷的創新，也就沒有用了。為什麼？因為除非你出現一個愛因斯坦，你現在直接的利用量子來解決這個問題。那問題是目前沒有嘛？目前沒有，但是華為就直接的在現有的基礎上面直接開始進行堆疊。那進行堆疊的部分呢，其實它也是在做小。那但是呢，它的这一個每一個堆疊之間呢，直接的拉線，直接就可以拉線構連。那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來看到華為以及台積電未來的競爭，所以台積電不要認為說華為不是對手，實際上來講，華為把台積電當成了對手。也就是我們看到，當這一個晶片越做越小的時候，你碰到了這個物理極限。但是對於華為來講，它現在做的也就是它要把這一個晶片越疊越高。那只要它能有效的解決這中間的散熱問題，解決這中間的拉線以及設計的問題的話，那其實即使它現在只有7奈米，或者是進步到了5奈米的話，它的狀態可能比我們剛剛講到的台積電的1.4奈米的狀況還要來得好。所以
這個就是後發先至的一種可能性。好，剛剛我們看到的是這個美中科技戰下，這個美中各自在自己的賽道上面的成績跟努力。那其實呢，很重要的就是說，在制作晶片的時候，非常重要的是光刻機。長期以來其實也都是由艾斯摩爾在高階製程上面完全的壟斷。那現在呢，其實包括了美國跟日本跟中國大陸都希望能夠有自己的光刻機。所以我们来看到这個是最新進度。美國方面，我們先來看，他宣稱呢突破了這個叫做 X 射線的微影技術，成本呢5000萬美元，是遠低於艾斯摩爾它的 EUV 的5億美元。他還放話要挑戰台積電跟三星的代工。再來是日本，它是尼康，它重返戰局，主攻 DUV。那麼現在根據了解，艾斯摩爾它的這個浸潤式機台要8250萬美元，所以日本說它的優勢是在價格上面。最後是大陸了，路透社的爆料說，深圳有一座是高度戒備的實驗室，已經開發出了 EUV 的原型機台。那麼還包括了艾斯摩爾的前工程師有在參與，2030年前要實現晶片量產。代表艾斯摩爾的霸權有可能鬆動嗎？楊老師怎麼看？應該是遲早的事情，不過眼前並不是那麼容易的挑戰。他現在主導整個光刻機的霸主地位，因為他的這個訂單現在還是排得很滿。對。而且它的最新的叫做 High NA EUV， 對，定價多少錢？4億美元，太貴了，連台積電都說。我到2029再來考慮，可是海力士在搶着買。但即使如此，以它的就是整個從 DUV 到 EUV 的製造的這個量能呢、產能，它其實到2028年才可能真的去做它現在這個4億美元的最新款的 EUV。那因此，它所需要的零件大概超過10萬個，有5000個供應商啊，所以這個跟台積電整個在晶圓晶片製造過程當中也是一樣，它的製程以及它的整個生態系使它維持在這個霸主地位很難這個震撼。可是呢，你剛剛提到的像是美國那個 substrate， 對，不過目前基本上它還是實驗室是做出來了，可是呢，進一步的要把它做量化量產了，我覺得很大的困難。它的價格大概是只是就是 EUV 的 ASML 的1/10，大概5000萬美元。那至於我看到北大、浙江大學都有提出新的這些訴求的架構，有的根本就直接跳過光刻機。可是事實上，以我對陶定律理解，它有2個跨越。第一個，它跨越摩爾定律；第二個，它跨越美國在科技戰當中的那種地緣科技對中國大陸的限制。可是，即使是華為已經這個成功的推出381款使用陶定律在做，可是他還是希望說，就能夠用光刻機把現在7奈米達到5奈米的效應。那如果做到5奈米，那不達到3奈米嗎？所以他還是需要光刻機跟 EDA。